你知道全台湾现任议员当中有几个人有前科吗？答案是将近15%，超过100个。今年选举又要来了，这个状况有机会改变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为什么很多议员有前科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2009年呢，中华职棒爆发了史上第5次的假球案。一个绰号雨刷的男子蔡正宜收买选手在职棒比赛当中放水，操控比赛结果，让他可以在地下赌盘当中获利。当年这已经是中华职棒在5年内的第4起假球案，而且许多明星球员也牵涉其中，所以伤透了很多死忠球迷的心，职棒也进入了漫长的低潮。而今年呢，这个雨刷蔡正宜再度的登上新闻版面，因为他要出来选议员了，而且根据地方人士的观察，他可能还很有机会当选。听到这个消息呢，很多人都觉得超生气，但也有些人觉得说，完全不意外。我们不仅呢有前科议员，就连议长、立委也有一堆黑道。但神奇的是，这些人不但可以一直出来选，而且还能赢，甚至不断的连任。这中间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我们有机会改变这种政治现象吗？在正式开始讨论这些问题之前，按照惯例，我们先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日本终于开放自由行了，我相信很多人一定迫不及待想要请假买机票了吧？今天要介绍的一堂旅游类线上课程呢，讲师是日本爱情动作片资深影评中子通。这位老司机的中子通呢，会在课程当中与大家分享不会日文也能够风俗自由行的方法。透过口耳教学，就算你只会说阿里嘎多，也能够实现泡泡浴梦想。还有老司机的经验谈，教点识破风俗宣传的潜台词，避免踩雷。而其他包含不同等级的服务内容、各地风俗热点、日本风俗评比网站，中子通老师都会全面的介绍，对有需要的人肯定会非常的实用。如果你有赶上募资早鸟，甚至可以用65折来圆梦，限时优惠直到10月23，现在就点击资讯栏，踏出梦想的第一步吧。刚刚有说到，很多人应该都有听过像蔡正宜这种有刑事记录的议员候选人，真的蛮多的。前阵子有 NGO 整理了现任议员当中曾经有黑道背景、犯罪前科或是被检察官起诉的名单，结果统计下来呢，发现全国885名现任的议员当中，有136个人符合这个标准，其中包含了苗栗县议长钟东锦曾经有杀人未遂的前科，新竹市议长许秀瑞曾经因为涉嫌妨害自由、恐吓与组织犯罪被政府列为治评对象，桃园市议员段树文则是10大枪击要犯之一，曾参与多起犯罪事件而遭判处无期徒刑。那当然，这份名单还有很多，但让群众议论纷纷的是，这份名单里面有些人今年还会出来继续选，有的人则是早就已经连任了好几届。很多民众批评这太夸张了吧？我们一般人如果要应征保全啊、当老师、当司机、外送员等等，都会要求不能有刑案的记录。结果负责监督政府的民代却有一堆的前科，或是有黑道背景。那我们要怎么相信他们进入议会之后会认真监督政府有没有维护治安呢？所以很多人就会批评那些有前科或是黑道背景的人，光是接受惩罚都来不及了，到底为什么可以出来选？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如果要用最简单的方式来回答，就是因为宪法有保障人民的参政权，所以就算是有前科的人，理论上还是可以参选，除非他被褫夺公权。所谓的褫夺公权呢，意思就是剥夺一个人担任公务员或者是参选公职的资格。那获判死刑或是无期徒刑的人，通常也会同时被褫夺公权终身，除非他后来被减刑。另外，如果违反选罢法、贪污治罪条例之类的人呢，也会被宣告褫夺他一段时间的参政权。从法律的观点来看一个人如果犯罪了，他会在法律上面遭到制裁，但法律上面的制裁结束之后，理论上他就等于回归社会，所以当然可以跟一般人一样有参选的权利。反过来说，如果法律上面的制裁结束，还要继续限制他的参政权，那不仅违反了宪法，某种程度上面也表示呢，国家直接否定了一个人有改过向善的可能。不过这边先不讲法律怎么看啦，理论上有前科的人名声通常不会太好，那为什么各地的民众们还是选出那么多有前科的议员呢？以下我们整理出3个可能的原因。
首先，有政治学者认为可能是因为资讯不够透明。白话来说，就是选民根本就不知道谁有前科，所以只能够凭自己的政党偏好或是其他的考量来投票。这个论点虽然看起来蛮合理的，不过它也有受到蛮多挑战的。首先，这边有一个预设是说，民众只要掌握了资讯，那他们就会避开或者去惩罚不合期待的政治人物。但我们也都知道，有些人本身呢就已经是知名大黑道，大家就算不是他的选区，绝对也听过他的名声。例如像是台中海线的立委。等等，刚刚这有帮我消音吗？那边记得要消音一下。有些人本身呢已经是知名的大黑道，例如台中海线立委严清标的故事，大家应该都听过一些。但他不只选得上，还能够持续的连任到自己入狱了，儿女代父出征，选立委、选议员也都还能够继续赢。虽然有蛮多人会批评投给他的选民都助长歪风，非常不理性，但从某些人的角度来看，投给这种地方势力可能才是最理性的选择。对很多民众来说，选总统、选地方首长、选民意代表都有不同的标准。选总统或许特别在乎统独意识形态或是外交能力，选首长可能看过去的政绩或形象，而至于地方立委跟议员呢，它跟在地的连结、耕耘程度通常会特别的重要。毕竟民意代表字面上面的意思呢，就是要帮忙反映民意，所以延伸下来一个民代能不能够做好选民服务，就会大大的影响他在地方的支持度。举例来说，马路不平、路灯坏掉、申请补助、抢病床、吃罚单、找工作、小孩在学校出事等等，所有你能够想到的疑难杂症，都可能是议员或者是立委的选民服务范围。那当然，这边有些业务可能不是很风光，又或者是需要一定的人脉或资源才能够妥善搞定的。这时候，选一个在地方上面非常有利的人士，他就更有机会能够满足你的愿望。而另外，也有一些人认为有些议员的前科只是小犯罪，比如路边吵架呢，所以妨害名誉；婚外情，所以妨害家庭，而这些黑历史呢，跟他的问政专业其实没有什么特定的关系，所以就不一定会影响到民众的选择。不过，也有一些人的案例呢，明显的非常恶名昭彰，这又要怎么解释呢？除了资讯落差、选民的期望之外，还有一个影响很大的元素，那就是钱。因为在台湾如果要赢得一场选举，通常要烧掉超多的钱。以民代来说，如果大家完全不知道你是谁，根本不太可能会把票投给你。所以竞选期间呢，到处扫街拜票，跟民众拔感情都只是基本，各种看板广告的行销曝光更是绝对不能少。有新闻估计很多人光是投入选举的钱，就会吃掉他任职4年的薪水。所以要是没钱没人脉的普通人，根本玩不起这种金钱游戏。但相对来说，有地方人脉、经脉的人就比较有资本可以参与，甚至赢得选举。另外，有些地方势力因为在地耕耘很深几乎是含水会结冻，所以就算他有前科或黑道，台面上面的几个政党为了要争取地方的支持，也常常要让他几分，甚至跟他合作。比如政党邀请这些地方势力挂上党籍，又或是自己减少提名，礼让对方参选，但彼此互相推荐站台，放在同一个看板等等，形成一种互利关系。那从刚刚的讨论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会有这么多的前科议员背后的原因非常复杂。那如果我们想要减少这种状况，或许也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找到相对应的改善方法。首先是资讯落差的问题，有人提议之后的选举公报上面应该要强制刊登每一位候选人的前科记录，虽然效果可能有限，但至少能让某些在意的选民得到透明的资讯，避开自己不喜欢的候选人。接着呢是花钱大战的问题，如果最后能够赢得选举的只剩有资源的人，那其他有能力或有理想但缺乏资源的人，可能就越来越不会投入竞选，现况也就越来越不容易改变。所以有人提倡要从制度面去限制候选人的竞选支出上限，如果选举期间的经费超过一定的数字，那就算当选也要算是无效。不过也有一些人质疑这个做法的意义呢其实并不大，一来实际上面要核销的可能很难，第二呢很多地方势力平常就会透过各种方式来稳固他的支持度，在规范不到的地方花钱。所以如果在竞选期间限制花费，可能搞不好会让原本比较默默无名的人少了更多曝光机会。那也有人建议，干脆就像日本那样，在特定的公费看板张贴所有候选人的广告，比较公平。有另外一派的观点认为，问题的核心可能是当选之后的诱因实在太伤了。以县市议员为例，站上这个位置之后，可以拿到更多的利益与资源，无论是洗白、扩大影响力、连任再连任，似乎都不成问题。以现行的制度来说，为了方便议员们服务地方民众，他们每年都可以在地方政府那边有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的议员配合款或议员建议款。但实务上呢，这些钱却很有可能被当成是绑桩或者是利益输送的资本。所以很多人都呼吁要改善这个制度，但目前各地方政府依然都还是有类似的政策。
在进入观点以前呢，我要特别感谢志祺七七的所有会员哦，因为有了大家的支持跟赞助，我们才能够持续的运作这个频道，制作更多重要的议题影片，真的是非常的谢谢大家。那如果你愿意支持我们走得更远，欢迎点击频道主页的加入按钮，成为我们的会员，或者也可以用超级感谢小额支持我们。那话说回来，有前科的人参政的现象呢，大家可能早就听过很多，也觉得非常生气。但这些现象如果要改变，我们觉得真的非常不容易，因为想要降低有前科的人参政诱因，真的很难。因为我们认为那些诱因主要还是来自于这个职位所拥有的权利。以刚刚提到的配合款来说，各个地方政府或是行政单位的人员其实都不太愿意跟议员们作对，因为很多议员背后呢都有着非常稳固的民意基础，要是跟他们结下梁子，质询啊或是工作的时候，可能就会很不好过。你说我们要因此减弱这个民代的权利吗？理论上民代就是代表民众的意志哦，削弱了这个民代的权利，同时也会削弱到民众制衡政府的力量。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民众对于地方民代的态度，可能才是改变这一切的最关键因素。但这边部分的困难呢，我们直接透过问题来让大家一起讨论吧。如果有个议员候选人平常随传随到，总是能够帮你解决生活中的各种大小事，但他也是一个有前科的黑道帮派，那你会投给他吗？会哦，反正政治问题呢本来就很难改变，能顾好生活最重要。不会，我觉得政治人物的操守最重要，所以一定投给其他人。所以看状况，如果其他人没前科，但也没有比较会做事情，那我也还是会含泪投下去啊。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来讨论为什么很多议员有前科的议题。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刚刚台湾黑道是怎么介入政治的，为什么黑道候选人还有人支持，以及花莲王竟然还可以在狱中继续当立委。那么今天的质疑77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